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德国总理索尔茨计划访问中国，克服美国的干扰成行不容易啊，理应欢迎。德国总理奥拉夫·索尔茨计划在11月3号到4号访问中国，他将是新冠病毒疫情开始以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 G7 领导人。索尔茨的来访正值德国政治经济风雨飘摇之际，这样的危机并不是德国政府、德国企业或者是德国人自己造成的，而是在美国的强权之下形成的。美国多年来鼓动北约东扩，终于导致俄罗斯使用武力来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然后美国又以此为借口强迫欧洲与俄罗斯经济脱钩。德国不但失去了能源供应，也失去了俄罗斯的市场，同时也没有得到安全。有人认为俄罗斯对德能源供应的减少，特别是完全停止供应，将给德国工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它可能导致必须连续运行的企业关闭，比如说化工企业、钢铁企业，这些企业一旦停产，要想再开机复产，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索尔茨作为默克尔的继承人，德国政府的当家人，一方面他要应付美国的政治压力，一方面还要面对经济严重下滑的现实。索尔茨的选择其实并不多，维持中国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保住德国制造业，为德国经济留下一点火种的最大希望。当然了，不能指望索尔茨会完全放弃西方的一贯立场。多年来，德国是欧洲国家中对疆独或极端宗教势力支持最积极的一个，这与德国的媒体长期受美国统治集团的把持，反复对中国形象进行毒化塑造有直接关系。索尔茨在出访之前同样对新疆问题发表了不当的言论，比如说中国挫败了美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阴谋，排除了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之后，索尔茨表示遗憾。但是也应该看到索尔茨的这种说法未必是发自他的内心，他可能是要在公开场合保持和美国立场的一致，否则他很可能保不住自己的政治地位，更保不住德国经济求生存的大计。德国驻美国大使艾米丽·哈伯特意在推特上发帖子，为索尔茨的访华进行辩护。他说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在处理全球问题的时候，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吧，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地驳斥索尔茨的不当涉疆言论，另一方面也要欢迎索尔茨这次不容易的来访。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情况看索尔茨并不是对美国唯命是从。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中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强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就很小。从2022年1月1号到8月8号，德国政府一共只批准了对乌克兰 6.8 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其中155毫米的重炮的炮弹只有几千发，自行火炮3门，高射炮15辆，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筒大概有5000多发，防空导弹4套。至于德国最有威力的装甲突击兵器，迄今为止1辆都没有提供。当然美国是绝对不希望中德走近。在索尔茨的联合政府中，外交部和经济部都有绿党控制，影响力很大，随时有可能破坏索尔茨的努力。绿党已经对索尔茨的访华活动发出了威胁。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德国绿党成员布蒂科菲尔说，索尔茨应该让中国明白，中德关系的转变是永久的，没有办法回到默克尔时代，德国将制定一项战略来打击中国。至于美国对德国的长臂管辖更是畅行无阻，任何不听话的德国领导人最终都会被美国人搞下台。德国目前面临困境，中国与德国之间还是有希望克服美国干扰，改善关系，持续发展经济贸易合作的。索尔茨发展对华关系，来华访问，都是在走钢丝，实属不易。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对这位顶着压力到访的德国领导人表示足够的欢迎。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